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方面频繁侵权挑衅，令中菲关系和南海局势持续紧张。2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通电话。王毅表明了当前中菲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根源所在，并指出中菲关系已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菲方务必慎重行事。王毅在通话中表示，当前中菲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菲方改变了迄今的政策立场，背弃了自己做出的承诺，不断在海上挑衅滋事，损害中方的正当合法权利。王毅指出，中菲关系已站在十字路口，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菲方务必要慎重行事。王毅奉劝菲方不要沿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而应尽快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当务之急是妥善处理和管控好当前海上局势。如果菲方误判形势，一意孤行，甚至与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相互勾连，继续生事生乱，中方必将依法维权，坚决回应。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毅首先就点出菲方改变立场、背信承诺是当前中菲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根源所在。实际上，菲律宾背弃了诸如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破旧军舰，以及与中方妥处海上分歧等承诺，而这反映出的就是菲律宾改变了对华政策立场，而菲方还不断地在黄岩岛、仁爱礁附近海域滋事，正在损害中方的正当合法权利。为此，王毅用十字路口这4个字形容当前的中菲关系，警告菲律宾必须要慎重行事。这一警告也是对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日前声称菲律宾与中国双边关系现在走错方向的回应。21号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针对王毅外长十字路口、慎重行事等相关表述提问，为什么中方对菲表态有如此大的变化？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建议这位记者首先认真看一看中方发布的消息稿。我认为你关于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态度的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解读是完全错误的。汪文斌强调，对于同周边邻国存在的海上争议，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没有任何变化。中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争议的立场没有变，和菲方一道落实好双方以往达成的谅解和共识的态度没有变，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政策没有变。当然，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和正当权益的决心也不会变。希望菲方理智抉择，遵循邻里相处的有效之道，和中方一道妥善处理和管控好当前海上局势。王毅非常明确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确实分量很重，对这个菲律宾近期所采取的一些举措进行了严重的警告，批驳了菲律宾他选错了方向，引导菲律宾要重回正轨，在南海问题上应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王毅说的这个话的话，非常明显的，第一是警告，第二是引导。王毅在通话中还告诉菲方，当务之急是妥善处理和管控好当前海上局势。中菲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对存在的争议应该商量着办。这不仅是邻国之间行之有效的相处之道，也是中菲关系得以转圜的有效经验。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共同维护海上稳定。马拉罗在与王毅通话中介绍了菲方在仁爱礁问题上的看法，表示希以双方均能接受的方式管控好分歧，推动紧张局势降温，防止冲突。马拉罗还说，愿本着诚意同中方加强对话，发挥好两国海上问题沟通机制作用，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同意尽早举行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并为此积极创造条件。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中菲外长此前通话前一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表示，中方愿同菲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不会关上同菲方对话接触的大门，希望菲方把对话协商妥处分歧的承诺落到实处。在中方表明态度后不到24小时，菲律宾外长就主动打来电话。有分析认为，中菲关系之所以再次急转直下，其实就是马克思政府没有务实处理对华关系。在此次中菲外长通话中，同意尽快就南海问题举行双边磋商，这在中菲关系持续紧张的当下释放了较为积极的信号。不过，在上海战略学者赵宗九看来，菲外长马纳罗更多的是外交司令，其中很多话都是耐人寻味的。你比如说，他认为要选择这个中菲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来管控分歧，
也就是说，言外之意，对于中方所管控的方式，他不接受的，所以呢，他是话外有音的。我们还是要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来引导菲律宾如何摆脱美国的这种战略意图，达成的中菲两国拥有的共同利益，这才是双方的话真正解决分歧的一个职责所在。外界注意到，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军方态度十分强硬。11月28号，菲防长特奥多罗在接受马尼拉报采访时放出狂言，声称所谓中国正在逐步阻碍菲律宾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这是菲律宾政府绝不能容忍的现象。当月中旬，特奥多罗还在第17届东盟防长会议上妄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明确支持中国对整个南海的主权声索。特奥多罗最近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还叫嚣，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将迫使菲律宾将国防重点从内部转向外部，并妄图拉拢日英等国进行南海联合巡逻。此外，菲律宾参议员埃杰西多日前妄称，有情报显示，所谓中方招募和资助一些菲人在菲内部制造不稳定，并称他原本期待非民众都跟他站在一起，但不少菲人不认同其反华立场，这使他感到惊愕。20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指出，一段时间以来，菲方个别政客和官员出于个人政治私利，无限放大和炒作中菲海上争议，大肆攻击抹黑中国，打压主张中菲友好的人士，甚至鼓吹地区和世界战争。这些极不负责任的言论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毒化中菲关系氛围，破坏双方通过外交对话解决分歧的努力。发言人指出，中国历来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所谓中方利用菲人在菲内部制造不稳定的指责，纯属无稽之谈。如此恶意编造的情报从何而来？是何居心？令人警惕。我觉得，这个菲律宾防长所讲的话，实际是菲律宾总统的一个代言人，他这个讲话是具有煽动性的，要煽动其他一些国家呢加入菲律宾搅局的这样一个阵营，在这点上用心是非常险恶的。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屡屡在南海问题上挑衅滋事，侵犯中国主权，与美日等域外国家的鼓动密不可分。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座日本制防空雷达设置在面朝南海的菲律宾拉云龙省圣菲尔南多的空军基地，20号举行交付仪式。深圳卫视注意到，早在2020年8月，日本三菱电机就与菲国防部签订了防空雷达采购合同，为3座固定式雷达和1座移动式雷达。20号交付的第1座防空雷达也是日本政府2014年改变武器禁运政策以来首次出口防卫装备成品。值得警惕的是，这座防空雷达的部署地点距离中国黄岩岛约300公里。菲防长特奥多罗还向媒体强调，这是战略位置，并透露雷达能探测到约550公里远的空域目标，存在与日本等友好国家共享所获信息的机制。日前在东京召开的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期间，日菲双方还启动互惠准入协定谈判。分析指，一旦协议签署生效，日本自卫队与菲军将会更加方便地进行共同训练。日本还可能在菲律宾轮流派驻陆海空自卫队，利用与菲军事合作借船出海，实现其国家与国防正常化的野心。而日本与菲缔结 RAA， 强化与菲防务合作，也显然意在构建基于美日同盟的美日菲防务合作，为搅局南海打开方便之门。日本的话呢，它实际上插手南海事务，和菲律宾和这个美日菲3国搞这个小团伙，它要显示自己在地区问题上的政治和地区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同时的话呢，要为日本的话这个国家走向正常化，那么走向的话呢政治军事大国的话呢，我们说呢更加码。南海地区的事务应该由本地区的国家来解决，制止的话呢，一些域外国家插手南海事务来搅局。所以在这里，我们觉得军事上要显示的第一是决心，第二是能力，要通过能力的显示来震慑域外国家的话，不敢轻举妄动。中菲外长20号通电话，王毅告诫中菲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菲方应慎重从事。那您对这次通话有何特别观察吗？好的，主持人，那我注意到这样一个关键细节，就这一次通话呢，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官方的通报，上传时间是在周晚上的23时04分，而菲律宾外交部发布通报呢是在今天的上午。菲律宾2家主要的英文媒体，包括菲律宾《星报》
与菲律宾《每日问讯者报》他们报道这次通话的稿件上传发布呢，相隔不到1个小时，也都是在今天的上午。所以可以推定这一次中菲外长通话大概率发生在昨晚。而外交部网站的小编们，他们熬到深夜时分也要抢先发布，确实是相当拼的。而在我看来呢，这样一种在关键敏感时刻的拼劲，也确实是全方位大国外交的刚需，一定程度上也为传播大国声音与立场抢得先声，抢先站上舆论的制高点。我注意到王毅对菲方要慎重行事的严正告诫出现在多家外媒报道的标题中，比如今天菲律宾《新报》它的即时报道就以此作为题目 ，China warns Philippines to exercise caution after maritime confrontations。在经历海上对抗之后，中国警告菲律宾要慎重行事。法新社上午发自北京的电稿也在标题中引用了王毅的这样一个告诫，也就是 act with caution。那么从中国外交部的通告来看，王毅这次与菲律宾外长的通话措辞相当直白严厉。那么这些话所折射的，也正是当前中菲关系承压的现状。王毅以站在十字路口，面临严重困难来评估当下的双边关系，也把脉分析这样一种困难它的根源所在。菲律宾方面改变自身的政策立场，背弃已有的承诺，不断在海上挑衅滋事。那么王毅奉劝菲方不要沿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当务之急呢是妥处管控好当前的海上局势。那我也注意到外交部的通报稿呢也显示，菲律宾外长在通话中介绍了菲方在仁爱礁问题上的看法。那么这意味着仁爱礁是中菲妥处管控当前海上局势的一个最大的焦点。菲律宾那艘破军舰，它的坐滩闹剧已经演了20多年了。今年菲律宾方面一再发难，以补给为名行挑衅滋事之实，甚至前不久菲军的总参谋长也强行登上了坐滩舰。那么这就是赤裸裸的升级对抗的行径。必须要指出，上午菲律宾外交部发布的声明是明显放低了调门，以坦率直接这2个关键词来形容这次通话，强调呢双方对各自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那么双方也都意识到解决这些个问题需要保持对话的重要性。所以呢，通过这次外长通话，中菲2国推动管控分歧、降温紧张局势现在确实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您预判中菲在南海部分地区的紧张局势会因此降温吗？菲方又会停止挑衅滋事吗？我想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菲律宾方面的抉择与行动，尤其取决于菲方最高决策者本人，他能不能对当前南海大事，乃至在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地区与世界大事，来建构清醒理性的认知判断。举个眼前的例子，上周6，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访问日本期间，参加东盟和日本特别峰会时就接受日本媒体的这个访问，特别提到一个西方舆论场上爱用的说法，叫 paradigm shift， 也就是所谓的范式转移。小马克思就声称说，处理南海问题，现在菲律宾需要范式转移。他称，菲律宾过去几年以外交努力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这个做法，正在通往错误的方向。言下之意就是菲律宾方面要另起炉灶。我想这其实就是菲律宾总统在投西方舆论场所好，在打所谓的苦情牌，在变着法子在讨外援。但是呢，菲方决策者千万不能错估形势，更不能对域外势力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注意到王毅昨天也直接在通话中把话挑明了，如果菲方误判形势，一意孤行，甚至与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来相互勾连，继续生事生乱，那么中方必然将会依法维权，坚决回应。哪些个外部势力在不怀好意，在大肆搅动南海呢？外界对此是有目共睹的。此前菲律宾媒体甚至在炒作所谓美国军舰将会协同菲舰来搞联合补给。菲方呢也在向美国在扩大开放军事基地，甚至有些个基地成为距离台海最近的所谓战略前沿。那么菲方也总有人在拿所谓的美菲共同防御来说事儿。就在今天，菲军总参谋长也与日本自卫队的高官举行会谈，讨论所谓紧迫地区的安全议题，大谈构建联盟反抗所谓南海侵略的重要性。那么从现在的这样一种态势发展来看，美日作为域外国家插手搅局南海的姿态异常明确。
菲律宾如果对这样一种拉拢与接近背后的真实意图看不清、想不明，那么就一定会陷入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所反复告诫的选边站的险境，甚至是凶境。菲律宾就很难回到非中关系的正确道路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菲律宾总统接受日本媒体采访，口口声声外交努力是错误方向，但是呢，恰恰这一次是菲律宾外长在几天之后主动发起通话，中国外长应约通话，而且呢，菲方也在通话中明确表态，愿意本着诚意同中方来加强对话，要发挥好两国海上问题沟通机制的作用，来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啊，菲律宾外长他的姿态也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回到外交沟通来管控分歧的这个既定轨道上来。我想这也正是王毅昨天所着力强调的一点，对存在的争议应该商量着办。因此呢，中菲就南海问题举行的双边磋商机制会议能否尽快的恢复，何时来恢复，将是我们观察南海局势能不能实质性降温的一个重要窗口。大陆认定台湾对陆构成贸易壁垒，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终止 ECFA 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涉及12个税目产品。国台办随后表示，支持相关主管部门采取终止 ECFA 部分产品关税减让的措施，并希望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两岸双方可在9·2共识的基础上协商解决两岸经贸关系中的各类问题。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20号发布公告，决定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部分产品关税减让。自2024年1月1号起，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丙烯、对二甲苯等12个税目进口产品，终止适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协定税率，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希望台湾地区采取有效措施，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此前，在12月15号，商务部认定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存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第3条所规定的情形，构成贸易壁垒。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束觉婷指出，对台贸易壁垒调查结果显示，台湾地区对大陆的贸易限制措施违反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就是 ECFA 的有关规定，影响 ECFA 目标的实现。ECFA 生效以来，给岛内相关企业和民众，包括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一点有目共睹。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各种借口和手段阻挠两岸交流合作，这只会压缩台湾经济的发展空间，直接损害广大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1号也表示，支持相关主管部门采取终止 ECFA 部分产品关税减让的措施。朱凤莲指出，2010年6月，两岸在9·2共识基础上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多年来，大陆始终切实履行承诺，推动和保障了 ECFA 的生效和实施，给两岸特别是台湾相关企业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但民进党在上台前攻击 ECFA， 上台后不仅不采取切实举措解除对大陆歧视性贸易限制，还不断变本加厉修改规则，设置障碍，恶意阻挠破坏两岸经济正常交流合作，严重阻碍 ECFA 实施，导致大陆有关部门不得不终止 ECFA 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此类问题本可通过两岸协商予以妥善解决，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9·2共识，破坏了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让相关问题难以得到妥善解决，两岸同胞深受其害。我们希望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两岸双方可在9·2共识的基础上协商解决两岸经贸关系中的各类问题。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大陆非常坚定的一个决心，是希望能够维护两岸经贸关系的一个正常的秩序，并且是把它去不断的去提升它的一个制度化水平，维护它的这样一个合法的这样一个互惠的一个状态。岛内应当有这样一个负责任的相关的一个方面，那么在两岸之间共同的政治基础的一个前提之下，去进行理性的、务实的、本着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原则，去共同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也是台湾方面去应对这样一个现状的一个可以说是应有之道。
台湾中时新闻网21号报道称，对于大陆最新举措，岛内各大相关公司早上纷纷开会，业界低调表示会依照规定办理。这一波取消关税优惠，依产品不同受冲击情况各异。另据台湾《旺报》报道，有多位在大陆经商的台商表示，大陆是在寄出初步警告，认为民进党当局势必要面对两岸贸易不平衡、违反 ECFA 互惠与开放承诺的问题，不能光靠意识形态逃避，否则继续实施下去，基于两岸贸易的紧密，对台商的影响非常巨大。厦门台协荣誉会长吴家莹认为，大陆此举对台商影响面很大，虽然目前是小范围实施，但两岸经贸网紧密，且许多台资企业依托 ECFA 才有办法顺利发展，如果继续扩大实施，会让不少产业没有办法生存。对于此次大陆决定终止 ECFA 协议中对台湾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民进党当局仍然选择视而不见。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台湾石化产业2022年对大陆出口62.4亿美元，其中受惠于 ECFA 早收清单的规模在17亿美元左右。若没了关税优惠，这些产品的关税都将增加。岛内石化工会表示，此举对台湾贸易一定有影响，具体影响程度仍要评估。不过，台当局经济官员却回应称 ，ECFA 占台湾整体出口低于4%，对经济冲击有限，并将加码补助受影响业者。中国国民党2024候选人侯友宜21号表示，民进党在大陆启动贸易壁垒调查这8月内都没有动作，他主张应该赶紧在 ECFA 的争议协商架构里面进行协商。ECFA 原来是一个在特殊的条件之下对于台湾特别有利的安排。那既然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安排，而且是双方协商的结果，那当然根据他原先的规定，就是可以不给你有利的安排。跟民进党政府协商或者是交手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他们一定是咬死不放。每一次他们就算是错了，也一定要错到底，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在选票的计算里，你不同意这个政策的人已经不是投我的，那投我的人我不能改变立场。所以在这种很可怕的二元化的选票计算里面，我认为民进党会咬死不放，至少在1月13号之前不可能有任何的转变。实际上，从商务部4月12号宣布对台湾启动贸易壁垒调查以来，岛内就一直弥漫着大陆有可能中断 ECFA 的各种揣测与担忧。目前，台湾面临经济成长停滞、公共投资不足、高龄化及少子化等问题 ，ECFA 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台湾海基会原副董事长高孔廉忧心，未来若连 ECFA 都被终止，台湾的免税覆盖率将是周边地区最少，到时我们就变成亚洲孤儿了。台湾地区前外事官员介文吉也认为，民进党当局官员称 ECFA 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根本是信口开河。民进党的官方过去3个月一直在发表一些文章，叫他们的贸易专家一下说，好 ECFA 废除影响不大。他最保守，他把他所有的这个冲击他降下来的话，大概是6000亿台币，6000亿台币的冲击，他绝对是怎么样？避重就轻啦，把它算得最低。可是这个可能是太乐观的估计啦，这个只有厂商自己知道。厂商比如石化业然后机械业，我们的机械产品如果没有享受这个零关税进大陆市场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跟日本、韩国的产品在中国大陆竞争的。那个市占率就在那个地方，有的公司是3成到4成的产品是在大陆销售，这些厂商会恐慌。有台湾的贸易业者预估称，台湾经济靠出口外贸，如果 ECFA 中断，缺乏大陆4成的外销，很多人会失业。也有台湾金融学者认为，台湾的出口占 GDP 约7成，外贸在台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 ECFA 中断导致出口受挫，制造业、传统产业员工薪资、就业首当其冲，家庭支出联动受影响，进而扩及内需、服务业，台湾经济将陷入恶性循环。也有台媒直言 ，ECFA 的存废对台湾经济影响不小。大陆并未进一步说明要如何处理贸易壁垒问题，显然留下了一扇机会之窗。这窗最终是开是关，有赖台湾选民做出智慧的抉择。台湾的内需市场不够大，台湾对欧美的出口到目前为止，包含对日本的出口，都是有的时候平盘，大部分时候是逆差的。如果两岸的经贸真的是切断的，那么台湾本身的内部的内需市场不足以支撑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我们的外需的，就是出口的这个市场呢，并没有非常大的获利的基础，因此整个台湾的经济的核心跟它的基础就会受到重大的冲击，我们就会从现在这个位置一步一步的倒退回到
一个比较基本的经济体，那个会是台湾最悲惨的命运。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首场政见会20号晚7时登场。侯友宜、赖清德和柯文哲针对两岸政策、贪腐以及住房建设等议题展开激烈交锋。侯友宜猛攻赖清德是台独分子，要将台湾带向战争。蓝白海集中火力批民进党住宅政策跳票、贪腐严重。政见会结束后的一份岛内民调显示，国民党侯康沛支持率上升2.2%。侯友宜在20号晚的政见会上表示，赖清德做民意代表以及台南市长时，曾3次公开主张台湾独立；当行政机构负责人时，还曾公开宣扬自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不管当什么职务都不会改变。侯友宜抨击台独必将带来战争，此次选举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他还承诺，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将与大陆创造一个互信、和平的交流环境，增进彼此的善意。因为台独会引战了。战争就离我们越来越近，和平就离我们越来越远。美国嘛讲过一句话，公开讲不支持台独。美国也有重量学者发文啊，希望赖清德当冻结台独党纲。赖清德先生，你愿意以苍生为念，在此公开放弃你的台独主张吗？侯友宜还批评民进党执政下，台湾面临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的5缺困境。疫情来临时出现缺疫苗、缺口罩、缺快筛、缺药的情况，人民的痛苦指数创10年新高。但另一方面，绿营利益集团却利用高端疫苗等大赚特赚。赖清德曾经执政的台南市出现学甲88枪击案、议长贿选等弊案，其下属甚至接受光电业者的性招待，可见贪腐严重，官商勾结触目惊心。难怪听到人民说新潮流不散，台湾赔1半；新潮流不见，黑金减1半。所以这一场选举，清廉跟贪腐的选择，也是正义跟邪恶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侯友宜和柯文哲同声斥责民进党当局的住房政策，当初承诺8年兴建20万户社会住宅，可如今却全部跳票。侯友宜补充，当初赖清德台南市长任内，更是1户社会住宅都没盖，现在却说8年要盖13万户的社会住宅，要年轻人如何相信？7年外，民进党证明你空嘴无知，年轻人的梦想变成空，年轻人无欠民进党，年轻人欠的是公平跟正义。是谁欺骗了年轻人？是谁让年轻人如此的无助？是谁让年轻人买不起、住不到，甚至住到了还要被剥削？这7年来，民进党到底做了什么？而赖清德口口声声称要解决年轻人的居住困境，但自己家的违法建筑却赖着不拆，引发民愤。这栋违建住宅已被网友标记赖皮寮。此前赖清德辩称这只是普通矿工住宅，但台湾地区前民代邱毅日前的航拍画面显示，主建筑后面有3间违建房屋，庭院中有宽阔美丽的后花园，草坪也维护得很好，旁边还有造景水塘养锦鲤。邱毅刊文称，航拍被一名中年便衣挡住，但拍到了他胸前特勤人员的徽章，他们在打扫赖皮寮花园，而住宅旁的矮房正是特勤人员的岗哨及休息场所。邱毅质疑特勤人员没有理由在此次设点执勤，大家就怀疑嘛，你怎么把公有土地变成私有的？你在公有变私有的过程里面，怎么会由小小的土地扩大成755平方米呢？空房子里到底住了哪位重要的人物？要劳烦这么多最优秀的精锐中精锐的特勤中心的人去帮你看守呢？就连民进党内部都看不下去了。民进党籍前民代李俊毅表示，特勤岗位应该尽快拆除。他强调，此时已经来不及善后，也没有好的方法可以止血。赖清德自己拆除的可能性很小，而新北市政府更不可能此时拆除。拆的话就变成打压了哦，那只有自拆哦。那这个自拆的这个几率，我觉得是很小，所以这件事啊，我真的以我有限的这个智慧啊，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解套的方法。
作为危机公关的一部分，赖清德在20号的政见会上表态称，愿把相关房产交付公益信托，优先作为矿工生活纪念馆。但舆论认为，就算如此，也不能改变违法这一事实。公益信托呢，跟基金会最大的不同是，第一个，它只要呢行政机关登记就可以，不用到法院；第二个，它不是呢法人及机构，它仍然的产权各方面都还属于你的哦。第三个我更不懂，那房产不是你儿子，怎么会是你宣布呢？第四个，过去所有的公益信托，你以为他在做公益，其实他在逃税。第五个就是这个是一个违建呐。这是一个违建，如何做公益信托？今天当你丢出公益信托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对事情你一点诚意都没有，你只想赶快在选举之前要直选而已。台湾的青年选民他们非常关注的是一个居住正义的议题啊，因为青年选民自身面临这样一个收入受限、居住条件、居住环境不佳的一个窘境，那么就会对赖清德这样一种既得利益者在媒体镜头前面啊，去拼命的抵赖啊，去装傻充愣，那么就是不愿意去合理合法的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会感到非常的不满，所以说会直接伤害到这个赖清德最想要去争取的这部分青年选民。值得一提的是，立场偏绿的美丽岛电子报2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首场政见会发表后，中国国民党侯康沛支持率上升2.2%，来到32.8%，与民进党赖萧沛差距缩小到3.5%，而民众党候选人柯银沛的支持率下跌1.9%，来到17.7%。这份民调的一个历次的过程之中，也是创下了一个新的高度，体现了舆论各界对于侯友宜在此次政见发表会上的一个表现的肯定。侯友宜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一方面他的论述非常的精准有力，那么与此同时他可以做到全程的这样一个脱稿的讲话，而且还可以去夹杂着这样一个普通话和这样一个闽南话的方言，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拉近他与选民之间不同族群的一个距离。对于中国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在岛内2024选举首场电视政见发表会上的表现，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来，国民党在打选战的时候，为了避免被民进党抹红，对于统独议题基本上是有点怵，甚至是刻意回避的。但在昨天晚上的政见发表会上，侯友宜不仅主动提出直面这个议题，而且就此向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发起了猛攻。很显然，国民党与侯友宜是继续想把这场选战打成是统与独、战与和的对决。而在我看来，侯友宜昨晚的发言有3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第一是，在讲到两岸关系时，侯友宜仍然一如既往的没有提及9·2共识，但是却坚定的主张在岛内基本法律与制度框架下来确立台湾以及两岸关系的基本定位。他甚至极其罕见的将岛内的基本法律与制度拔高到了赴台神山的高度。第二，我们知道，过去蔡英文与民进党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岛内的前途和命运应该由2300万台湾人民来决定。在昨天晚上的政见会上，这句话居然从侯友宜嘴里说出来了。第三，侯友宜再度重申了他自己独创的所谓3D 战略，即客主、对话、降低冲突风险来确保两岸和平。这与大陆以及马英九强调的用9·2共识来确保两岸和平的说法有了明显的不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昨天的政见发表会上，侯友宜全程基本上是用闽南语在发言，很少用普通话。我们知道，过去在两岸问题上，国民党一直存在着3条路线的分歧与博弈。其一是以连战为代表的主张两岸统一的深蓝路线，其二是以马英九为代表认同9·2共识的中间派路线，或者说是蓝色路线，它一度是国民党内的主流。其三是以王金平为代表的本土派路线，或者说是浅蓝路线。那么很显然，从侯友宜的发言来看，他已经偏离了国民党一贯坚守的中间路线，走向了本土派路线，或者说是浅蓝路线。假如侯友宜最终当选，这无疑会对未来的国共关系以及两岸关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至于这究竟是侯友宜个人的抉择，还是国民党的抉择，我觉得还有待于观察。在昨晚的政见会上，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幕。
那就是侯友宜既不捧柯文哲，也不打柯文哲，只把矛头对准了赖清德，而柯文哲也是罕有的基本上不打侯友宜，只打赖清德，形成了侯友宜与柯文哲对赖清德2打1的态势。至于赖清德，这是左右开弓，也就是左打侯友宜，右打柯文哲。很显然，侯友宜与赖清德这是在争抢年轻人的选票。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在蓝白合破局之后，蓝白合正在隐隐约约上演，这将是本次选战中最终主导选举结果的一个最大变数。那对于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的表现，您又怎么观察呢？我在前面讲到了，过去这些年以来，尤其是在岛内的政治版图出现了绿大于蓝的变化之后，在统与独的博弈问题上，独派不仅处于攻势地位，而且他们气焰呢还越来越嚣张。而在民进党的政客当中，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无疑又是其中的出头鸟。然而在昨晚的政见会上，面对侯友宜在统独议题上发起的猛烈攻击，过去那个咄咄逼人、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赖清德不见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左躲右闪、不敢亮明台独立场的赖清德。针对侯友宜咄咄逼人的是否愿意终结台独党纲的提问，赖清德只是老调重弹，一是批评侯友宜接受了9二共识，二是将9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而在事实上，侯友宜为了躲过赖清德的抹红动作，一开始就做出了有针对性的澄清。那么情势为什么翻转过来？过去对于民进党来说，一抓就灵的统独议题，为什么反而变成了赖清德的弱项，变成了避之唯恐不及的烫手山芋？我认为原因有3个：一是因为在拒不承认9二共识的蔡英文上台之后，大陆已经通过在台湾周边进行常态化的舰机巡航，以及通过中断两岸官方与半官方交流渠道的方式，向岛内发出了清晰的政治信号。二是因为过去这些年来，两岸关系的紧绷以及台海情势的剑拔弩张，已经让岛内的绝大多数选民，尤其是中间选民，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意识，以至于民进党打抗陆保台牌，已经不仅拿不到选票，反而是适得其反。第三，就是因为近年来拜登政府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不仅公开明确了不支持台独的立场，而且对台独金孙赖清德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尤其是不久前，葛莱伊等3名美方重量级美中关系学者，在美国的权威媒体《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联名文章，呼吁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若胜选，应考虑冻结台独党纲，让维持现状的承诺更有分量和可信。我认为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呼吁了，而是在给民进党与赖清德下指导棋了。因此在后台老板美国已经发话的情况下，赖清德显然就不敢在统独问题上继续放肆与造次了。那对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按规定和程序决定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部分产品关税减让一事，您又作何解读呢？在几天前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在商务部认定台湾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构成了贸易壁垒之后，大陆一定会采取有针对性的反制，甚至是报复措施。现在这些措施果然来了。而在我看来，大陆这次出台的反制措施有这么几个细节，特别值得我们，尤其是值得台商、岛内选民以及蔡英文当局来玩味。其一是，大陆认定台湾单方面违反了两岸之间的 ECFA 协议，同时也违反了 WTO 规则，禁止了大陆2509项商品的进口。但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却仅仅是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苯烯、对二甲苯等区12个产品采取了惩罚措施，也就是终止了适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协定税率。也就是说，大陆并没有采取对等的报复措施，而是采取了一种完全不成比例的报复措施。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大陆这次的动作警告意味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也就是要让所有的台商以及台湾民众既能感受到大陆的宽容大度，
同时又能产生一定的危机意识。其二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在做出决定的同时，还另外加了一句话，即希望台湾地区采取有效措施，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我认为表面上看来，大陆是在希望台湾当局取消对大陆输台商品的限制性措施，但往深一层想，这其实是希望台当局改善影响两岸经贸发展的政治大环境。因为在认同九二共识的马英九国民党执政时候，大陆并没有对台湾发起贸易壁垒调查，更没有采取报复措施。第三，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台湾12种输入商品采取反制措施的前一天，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还特意表示，将始终如一地支持台企在大陆投资，并支持台企做内销，融入国内大循环。这显然是在给台商打预防针，告诉那些台商，虽然大陆对小量台湾商品采取了反制措施，但是大陆促进两岸经贸交往的大政方针不会变，相关的惠台政策也不会变。据朝中社21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0号在劳动党本部会见此前参与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训练的导弹总局第2红旗连工作人员。金正恩表示，本次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清楚地表明了朝鲜的立场：如果敌人以核武器挑衅朝鲜，朝方将毫不犹豫地实施核攻击。金正恩强调，守护国家尊严、国家利益和国家权益需要依靠强大的力量，只有具备让任何敌军都畏惧、随时随地制敌的先发制人攻击能力和高度戒备态势，才能真正具备国防实力，从而巩固和维护和平。他还表示，中队在发射训练中展现出令人钦佩的高机动性和迅速攻击能力等战斗力量，期待全体成员随时做好遏制核战争的准备。我觉得其实他这一行表态已经是有一点在核战略上呢，进行了这个后退一步，也就是说不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这么一种表态了。这就说明呢，实际上他对自己的这个核力量本身呢，有了一定的信心，就是说在对方如果进行这个首轮打击的话，他的一些核力量有足够的能力能够生存下来，那么进行这种核反击，所以说朝鲜呢也是表现出了更自信的一个核战略态度。据报道，朝鲜于18号进行了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训练，金正恩到现场观摩了导弹发射。报道称，导弹上升高度为6518.2公里，飞行距离达1002.3公里，飞行时间为4415秒。朝鲜中央电视台19号还用长达12分55秒的篇幅播报了有关这次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训练的新闻专题片，其中年逾80的朝鲜国宝级播音员李春基再度出山播报这一重大消息。不同于朝鲜历次导弹试射的专题片，此次片头有将近2分钟的时间用于讲述火星18本次发射的背景，称美国和韩国在华盛顿进行核战争密谋，导致朝鲜越来越面临重大危险，安全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片子采用朝鲜一贯的多机位加快速运镜加重新编曲版《辉煌的祖国》等背景音乐组合的风格，全方位展现了这次火星18试射成功的伟大成果。在片中可以看到，金正恩女儿也一同在导弹发射现场亮相。此前，她已多次出现在朝鲜的导弹发射现场，并进行观摩。据悉，这是朝鲜今年第3次试射使用固体燃料的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前2次分别在4月和7月。值得关注的是，朝鲜于7月发布相关消息时使用了试射这一表述，而此次使用发射训练一词，部分观点据此推测，火星18洲际导弹实战部署在即。我判断也是已经到了一个实际可以战备的阶段，也就是说，它能够真正的在战争之中呢直接使用。并且具有一定的这种快速反应能力。实际上，朝鲜近几年呢，我们也可以这个目光可见的看到它的这个导弹技术有了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型号涌现的也比较多，然后包括这个试射的过程也比较顺利，可以说容错率也非常之高啊。
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说它的导弹技术呢，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成熟期。就在朝鲜发射的第2天，韩国国防部就表示，韩美日3国军方当天正式启动朝鲜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体系，以实现对朝鲜发射导弹情报的实时共享与协同应对。韩国国防部21号在向国会国防委员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表示，随着韩美日共享朝鲜导弹预警信息，韩军由此可及时获得朝鲜从韩军探测范围之外发射的潜射弹道导弹相关信息。韩军利用有关信息，能及时对民发布防空预警，并投入运营拦截武器。即使朝方所射导弹不在韩军探测范围之内，也可通过韩美日信息共享体系了解到从导弹发射升空到弹着的整个飞行信息。此前，美韩和美日军方分别有共享朝鲜导弹预警信息的体系，韩日之间没有共享。分析指，此举将加强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并被编入美国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加剧朝鲜半岛周边的紧张局势。还有韩媒分析认为，从实时共享预警信息体系中获益的其实不是韩国，而是日本。日本与朝鲜隔海相望，由于地球是圆的，在朝鲜导弹达到一定高度之前，日本很难探测到，因此分析时经常发生错误。实际上呢，就是说从技术上来说的话，这个美韩和美日呢，他们之间在共用着美国自己的这种数据链系统。如果说是美国不给他开这个口的话，他们是没有技术能力上的直接的通联的。但是现在美国在他的统筹之下，他们互相之间能够完成了这种互联互通，实际上也是美国对他东亚战略的一个大的调整，也就是说形成了它的这个美日韩3方的一个军事联盟，甚至乎是一个紧密的这个导弹防御联盟。